牛杂平和成为城市的清流代表。外地人来咧，第一时間都會選擇花州牛雜。一根搭橋黃瓜如何穿越餐桌的春夏秋冬？一包秘制盆菜為何鎖定故土的萬般鄉愁？ 18個鐘頭都知啊！粵地百味，萬物可包，一包見江湖。老廣的味道之同撈同胞。同撈同胞，这句老廣挂在嘴边的俗语，是粤语里烟火气加人情味的经典融合。捞是同享滋味，包是慢火烹煮，既是灶台技法，也是老廣包容重情、同甘共苦的处世之道。牛杂二字早已刻进老廣的 DNA， 街头巷尾，一声剪刀咔嚓作响，便能勾得人脚步停顿，味蕾觉醒。谁能想到，昔日的屠宰场废料，如今成了小巷的排队传奇。若论对牛杂的喜爱，华州人一定名列前茅。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，堪称牛杂之城。大街小巷牛杂档林立，光是上街洞的牛杂30米街，长不过几十米就能汇聚几十家店。凌晨4点，天还未亮，华州的烟火先从牛墟醒来。农历逢5逢10，这里人头攒动，光影交织。本地与周边的牛在此汇集交易，一夜动辄成交数百上千头。每逢牛墟开市，陈亚祥都会早早地来到这里。陈亚祥从事买牛这一行当已经44年，牛市没有秤，挑牛全凭肉眼判断，想要选到心仪的牛，全靠有經驗的老師傅。我就俾條麵，分都冇埋，就冇識得。我想咩？你制放開個，爆底嘅啦！你睇到我穩陣愛你個派嘛？係放手係放手，垃圾先嚟嘅，你假得更好聽。係喎，真假啊！1萬2兩。我得假。誒，乜同乜啊？冇佢哋演得幾耐，冇俾少錢咧，哦。肉眼睇啦，估啦。錯自己揮咯，一般都冇錯得幾大噶。一般我都同老黃牛，到6年以上嘅牛咧，佢就肥威，你肉就夠香啦。我哋睇牙啦，佢好似啲細龍底換牙一樣，佢一換2隻咧就打2牙，佢8隻牙，一換睇8隻咧就睇牙。電筒探一探，伸手摸一摸，再壯碩的牛，到了陳亞祥手裡也會溫順聽話。我嗰啲深圳本地草黃牛咧，骨細肉多，肚大，嗰啲肉好靚噶係嘛，有彈性噶。老黃牛價格高，陳亞祥要求更高，幾圈轉下來，入得了眼的牛並不多。買4隻，但你冇啱我啦，我冇買啦。本地吃牛讲究当日现宰，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鲜美和营养。买到的牛会拉回自家养牛场，再供应给家里的档口。华州水草丰茂，牛群常以草木、甘蔗叶等为食，几乎没有膻腥味儿，肉质更是自带清甜。养足了日子的黄牛散发着牛肉的香气，连牛油都呈现诱人的金黄色。陈亚祥的牛肉档口总能吸引街坊驻足。与牛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陈亚祥全家都从事相关的行业。牛肉好吃，牛下水更是华州人的心头好。每天的新鲜牛杂定是女儿女婿的牛杂店优先。
琴日個牛雜冇夠賣啊，今日可能要攞多啲啊。攞多啲。今日劏幾多隻牛啊？今日劏2隻啊。哦，今日劏2隻啫。9點幾10點左右買晒了。陈林清与丈夫在化州经营着3间牛杂店，一天要煮300-400斤牛杂，每日的繁琐工序從清洗牛雜開始。我哋一般洗3次啦。我哋第一次用麵粉去洗啊，之後沖開水再用鹽去洗一片，再沖洗，再用花生油洗片。經過3次嘅一清洗呢，就好乾淨嘅啦。外公那輩傳下來的牛雜手藝，陳林清自幼耳濡目染，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，但最重要的，也是要憑良心做的，就是清洗。洗一日牛雜要洗好幾個鐘，所以而家整牛雜7成嘅功夫喺清洗上面咧。白肉啦、牛肚啦，應該係屬於最難洗嘅，因為佢好多嗰啲皺皺摺摺嘛。哦，咁樣真係食唔出嚟嘅喎。但係咧，可能我哋自己要求高啊，覺得食入嘴嘅嘢，我要覺得自己嘅良心過去，我要做到好似我自己食啊咁樣啦。我啲同事個個都講我冇人似你咁樣洗嘅。以前都係推咗車到處走喎，仲辛苦嗰個日曬雨淋。化州牛雜包羅萬象，牛肉、牛肚、牛心、牛肺、牛舌、牛腸、牛肝、天梯、牛蒡等一應俱全，光是牛味就有4種之多。草肚、金錢肚、真肚、白玉肚。草肚即牛味，狀如絨布，口感扎實。金錢肚是網味，表面豐巢規整，柔韌鮮嫩。百葉為瓣味，層層褶皺似書葉，口感爽脆。而形似豬肚的皺味，才是牛真正的味，被稱為真肚。洗淨的牛雜需大火煮上10分鐘，整套預處理才算收尾。而牛雜湯底得用牛骨、牛腩慢火熬至1個小時以上。我哋湯底加香料入去，草果、香葉、桂皮、當歸、白芷、白葛、陳皮、丁香8種。有別於廣式牛雜的湯醇味濃，化州牛雜以清湯做底，獨求純粹的肉香。所有食材盡數熬好，各部位的牛雜依次匯入一口大鍋，灶上必溫2罐醬料，一為原味，一為辣味。澆上肉骨原湯，佐以豆腐或蘿蔔，小火慢煲，咕嘟嘟作響。將醬料放入鍋中同煲，是化州牛雜的一大標誌。咁食起來牛肉嘅口感會更加好啲。啱啱咧佢料係冷嘅話，牛肉係熱嘅話，食咗口感咪係更好。牛雜滾一滾，神仙坐不穩。一鍋清湯浸着滿當當的牛貨，還沒進店便遠遠聞到牛香。化州的牛雜講究火候，燉出來的牛雜必須帶着嚼勁，才能俘獲化州人的味蕾。草肚耐嚼，牛腸充盈着牛油的鮮香，牛筋富有膠質，天梯有彈性，牛舌細膩軟嫩，每個位置都能帶來不同層次的體驗。牛肉啦，牛肉嗬，要俾呢粒瘦啲啊？佢要瘦㗎。好。1碗乜2碗啊？妹，攞2碗2碗啊？之後咩有牛筋啊？有。飯幫我攞碗牛腩飯，幫我煎一次牛腩、牛百葉、牛肚。圍爐而坐，即點即減，是品嘗化州牛雜的樂趣所在。坐在熱氣騰騰的鍋前，老闆熟練入叉，剪刀張合下一串牛雜送入碗中，搭配蘸料，大口咀嚼，奶香濃郁。嗦一口化州河粉，啖一口清甜肉湯，口舌生香，
日子一下子就舒坦了。基本上每週末都會帶佢過來吧。佢識過之後呢，我就會有對比，就覺佢呢真係好方便。其實冇單止係霸州人，外地人來咧，第一時間都會選擇我哋霸州牛雜吧。cái thuông又好清甜，好辛酸，講化食。牛雜咧有按寸㗎，3蚊紙一寸，又有按份㗎。佢哋一般為自己食嘅呢，都係一般一串串食嘅，一串咧放3條穿，即係1蚊紙一條嘅嘢。最後食到幾多呢？我哋數穿就得啦。天一轉涼，牛肉牛雜火鍋便準時登場。圍爐而坐，共食一鍋，煙火氤氲間閒話家常。這口翻滾的大鍋，煮盡市井百味，更熬出化州人朴實溫暖的生活底色。離化州不遠的連江橫山鎮是廣東聞名的千年陶鄉。自清朝康熙年間，當地的鋼瓦窯便以手工製作瓦包流傳至今。縱使現代炊具變化多端，製陶土與水火淬煉而成的砂鍋，依然憑借堅實耐用，獨步嶺南。陶土獨有的氣孔，透氣保溫，導熱均勻，煲飯、煲湯、煲菜皆鮮香加倍，始終是老廣廚房裡不可或缺的老伙計。在廣東，砂鍋有個親切的名字叫煲仔，一鍋盛下萬千滋味。老廣對煲的愛深入骨髓，這讓砂鍋在嶺南的銷量常年保持第一。應季而燉的老火靓湯，冬日為具的羊肉煲，後廚鑊氣滿滿的啫啫煲，街頭巷尾飄香的煲仔飯，煙火灶台間盡是煲的天下。在廣東，煲這個字的含義是多樣的。臨近端午，龍舟版《速度與激情》每晚都在佛山疊教上演，鼓聲鏗鏘，號子嘹亮，還有2天就要比賽了。每場夜訓，所有龍舟隊都卯足了勁兒。疊教水道9曲13彎，比賽拼的也是拐彎速度，擺尾、倒檔、急轉彎。5-6米寬的河道裡，25米長的龍舟上演彎道漂移。大家喊的“寧可包爛，不可扒慢”的“包”，在粵語裡有撞的意思，就是寧可快到撞船，也不能在比賽中減速。這是疊教龍舟勇往直前的精神體現。疊教水鄉又名雙溪，縱橫交錯的河道纏繞着千家萬戶。500年裡，疊教人的槳聲從未停歇。端午龍舟鼓點一響，水鄉人的忙碌便分了2頭。河面競渡爭先，岸邊後廚裡則藏着煙火戰場。今年端午，經營粵菜餐廳的蘇艷紅與龍舟健兒們一樣忙得腳不沾地。秋風期1期2000斤啊！魚青卷呢個菜我哋做咗30幾年啦，你起咗啲魚啊，啲骨又唔要，要個肉。魚青就是鮮魚去骨起肉，剁碎後攪打到起膠的魚滑。龍舟競渡靠臂力劈波斬浪，做魚青同樣要靠手臂功夫。魚肉細細剁碎後，想吃出彈嫩口感，有一個步驟，半分省不得。殺300幾下嘅，殺到佢起膠為止。做過嗰個魚青最少幾個鐘。用魚滑裹住豬肉糜做成魚青卷，是蘇艷紅30多年前的自創菜式。尋常食材偏要下足慢功夫烹出別樣滋味，靠的正是一份誠心的耐性。蒸熟的魚青卷，趁熱刷上花生油，撒一把蔥花、花生、芝麻碎，
鱼肉中裹着肉馅儿，双重口感在口腔中碰撞，鲜甜里带着水香的清润，更藏着河畔人家质朴的鲜香。今日送去潭頭文魚卷56碟，川九四方86碟，依家又準備送啦。呢個係7碟，5條1碟。今日做嘢做到聲都生埋，每一年都訂嘅，2、3千碟啊，幾千碟啊至少。你好，你好，冬貨，冬魚青。龙舟赛如火如荼，而龙船饭便是水乡吃货的年度盛会。在叠教人心里，龙船饭沾着龙舟的灵气，是讨喜的好彩头，寓意一年健康平安，如龙矫健。菜式定然讲意头，端午时节，苏艳红的这道鱼青卷总能稳稳地站上龙船围桌。年年有餘，逼龍又龍，忙得踢晒腳啊！冇提前預訂，冇得同佢做嘅。后厨热气蒸腾，屋外早已人声鼎沸。今日恰逢村头四方队拿下首场竞渡冠军，传位包、奖杯一捧，这是属于全村人的高光时刻。吃龙船饭不止贪个鲜香，划龙舟不只为争冠军之名，热闹里藏的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满心期许。吃的是大锅饭，炒的是大锅菜，各种饱腹又富含好寓意的食材汇聚成宴，既犒劳健儿，也喜迎四面八方的亲友。今晚魚青得唔得㗎？哦，多謝多謝多謝，個個睇住大㗎啦，呢啲靚仔。喂，條大呢個細個啊食㗎啦，但係第度係冇嘅。咁多位乾杯！街坊的味蕾最实在，网油龙船卷、沙姜猪手、鹅掌鱼头包、鹿鹅、佛跳墙。苏艳红一家把龙舟健儿的韧劲儿尽数揉进刨厨，循着客人口味反复调试打磨的菜式，攒下了满店回頭客。我哋呢間店係兄弟姊妹一齊開嘅，個個都識入廚房。以前一直做24小時都冇休息，呢10年8年之後咧冇做通宵，每一樣嘢都係自己落手落腳去做。服務員又係我，老細又係我，計數又係我，都係力不到不為除，辛苦都冇所謂，有錢賺就得啦。从最初蝶南的一间小食肆，到如今开了分店，每到饭点座无虚席，靠的正是始终不变的老广味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踏实坚守。下次先食沙姜豬手㗎啦，你費事浪費啊嘛。係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一陣點菜。新抱7點鐘先翻到。好，等陣你睇啱先。得啦。好好好。在叠教扎根开店35年，附近的村民早已成为店里的熟客，不少人即便搬离叠教，也专程折返寻味。今年60岁的苏艳红，依旧是店里最熱情好客的活招牌。嗱，呢啲鍋巴好靚啊，鏟啲鍋巴俾你試下。你好你好，幾個人啊今晚？今晚3。坐啦坐啦，唔夠試去加咧，我點菜唔會浪費嘅嚇，日日幫我訂餐㗎。我識咗佢20幾30年啦，我叫佢大家姐嘅。因為我姊妹多，我第一啊嘛，所以叫一姐。老廣講究不時不食，蘇艳紅深谙此道，時節更替，既為街坊端上合時宜的美味。我哋冬天就係賣驢肉啦，賣驢肉都賣咗差唔多30年啦。呢啲驢喺雲南攞嘅，佢因為全部都食草，所以佢做出嚟一啲肉嫩滑口食。
一般咧我都係揀200至250斤左右嘅驢係最好食嘅，大啲啊啲驢啊佢柴啲嘅。一頭驴全身都是宝，驴肉的脂肪含量远低于猪肉，肌肉纤维比牛肉、羊肉更细，软而不烂，紧而不柴，还富含蛋白质。羊肉其他都好嘅喎，但係驢肉冇味嘅喎，驢肉個點食都唔會肥嘅，成隻驢劏出嚟冇油嘅，冇肥肉嘅。驴肉炒菜心，嫩滑的驴肉裹着十足的镬气，脆嫩的菜心透着清甜，两种鲜味相融，清爽又适口。新鲜驴肉剁碎，入锅快速翻炒，简单调味便香透厨房。再平铺在煮熟的煲仔饭上，慢火焗上5分钟，驴肉的香气尽数渗入米心。出锅淋香油、酱油，撒上香菜、葱花，一锅驴肉煲仔饭，半开瞬间香气四溢，每个月能卖出1000多份。更暖心暖胃的，还得数驴肉火锅。我啲湯底用啲驢吉熬嘅，呢啲驢皮阿膠啊，放啲藥材落去煲出嚟啲湯好靚嘅。2个小时慢火熬煮，驴骨与驴皮的胶原蛋白在咕嘟声中慢慢释出，汤色熬到奶白，尝一口满是清甜，一点膻味都没有。切得薄薄的驴肉往滚烫的汤里一涮，15秒就翻了色，肉质细腻，带着驴肉特有的纯美，扎实却不柴口。驴皮 Q 弹软糯，煮得越久越粘醇，好吃又美颜。驴皮腩更是集大成者，既有驴皮的糯，又有驴肉的纯，蘸上老广钟爱的姜蓉，层次鲜明，吃过便难忘。老广打边炉怎能少了丸子？新鲜现打的驴肉丸带着嚼劲，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肉香。还有那爽脆驴肚、香口驴杂、嫩滑驴血等10几样食材，每一款都藏着独一份的精细口感。每日新鲜到店的驴肉是专属于叠角冬日限定的热乎味，来晚一步只能抱憾而归了。老广们围炉而坐，眼前热锅咕嘟咕嘟地沸腾着，谈笑间筷子起落，捞起的是滚烫鲜香，咽下的是街坊人情。国庆假期天微亮，化州的一场满月宴已经忙碌了1个小時了。甜甜啲嘅回煲，食過都舐舐嘴㗎，撐得2、3個鐘頭咗啊！在化州本地，黄瓜干是坐月子的核心食材，满月宴席上更是必不可少。黄瓜干的绝配非猪脚莫属。焯水的猪脚下锅炸至表皮焦香起泡，肉汁被牢牢地锁住。真係老嚟個，搬揾仔女啊，做啲甜甜加鹹湯，係浸到陣飛飛水，咁佢飛水又回鑊，夾黃夾醋啊嗰啲嘢就煮下啦。粤西的黄瓜干包猪脚和广府的月子猪脚姜一脉相承，都是酸甜口的。猪脚补胶原蛋白，强体魄；黄瓜干清热解腻，开脾胃。两者同煲，去瘀生新，恰是产后恢复的不二之选。好甜啊，好甜添。白醋则是点睛之笔，既能促进胶原蛋白软化，让猪脚软糯，又衬得黄瓜清甜。一碗酸爽可口的黄瓜干猪脚汤，成了当地满月宴席上的标配。
若换成红蔗醋入锅，加上冰片糖、番茄酱慢嫩收汁，又是另一番惊艳风味。猪脚裹满酸甜酱，黄瓜干吸足猪油，软糯中带有脆劲儿。光看这色泽，已经让人垂涎。新生面的降临，总让人充满期待与欣喜。亲友齐聚，本地风味悉数登场。一口猪脚，一块黄瓜，酸甜交织间，满是对新生儿的祝願。話家支隻醋，照頭就好堅，好堅啊！生仔個好堅俾佢。我要生仔㗎，二頭好堅好堅啊！喜得第3代的尹家人笑容藏不住，满座祝福声里，把对孩子平安茁壮的祈愿融进了满月宴里。黄瓜干是化州人的幸福时刻见证者，黄瓜丰收季，市集里买卖瓜干的身影络绎不绝。而放眼粤西，说起黄瓜干，就会念起达桥镇。立秋后，达桥管塘村的李景昌照例撒下了黃瓜種子。我哋一般係種兩季，立春過後20日左右，我就種春瓜；立秋過後20日左右做秋瓜。呢春瓜種下大概40日可以收。草木灰咧，佢係疏鬆，有助於佢生長嘅。本地瓜種一代一代自留種，有400-500年歷史嘅。我哋嗰啲瓜咧，佢種出嚟嗰啲味啊，特別順。達橋鎮種植黃瓜的歷史能追溯至清代，山間清泉灌溉着這片土地，搭配當地獨有的紅壤丘陵地貌，使得達橋成為遠近聞名的黃瓜之鄉。在達橋，家家戶戶的前屋後院都會種點黃瓜，但像李錦昌這般一出手就是上百畝的並不多見。黃瓜從定植到採收不過40天，本是短平快的收成。可今年天氣反覆無常，李錦昌遇上了入行以來最棘手的波折。今年失收啊！颱風全部吹晒啦，吹冧咗佢就死晒啦。重新種過之後碰啱寒潮，因為黃瓜嘅生長溫度咧佢唔得低20度嘅，結果早排個寒潮冷到7度咁啊，全部又凍死晒。成100畝，按照呢季嚟講咧，係大概係70萬斤，100畝對派1程到啦，10萬斤唔到。1個多月的生長期拖成一場持久戰。雖然無奈，李錦昌依舊每天雷打不動地到地裏巡上一圈，把長勢尚可的瓜細心地收下來。隻頭嗰度開始露黃就可以採摘噶啦，太熟嗰邊老嘅黃噶啦。靠老天賞飯嘅嘢，暫時係會有嘅，但係種植呢都係蝕多過賺嘅。回鄉種瓜6年，幾經風雨，李錦昌在摸索中前行。達橋黃瓜在粵西廣受歡迎，但始終困在本地南粵周邊地界。2020年，在外打拼的李錦昌毅然返鄉，接手了村裡早已停工的黃瓜廠，一心要讓家鄉風味香飄全國。本地名聲頗大的達橋黃瓜，其實就是旱黃瓜，又稱化州黃金瓜。它身形勻稱，生吃爽脆，瓜囊極少，膳食纖維含量高於普通青瓜，是黃瓜乾的上選之菜。水要燒到起泡，唔使燒開，燒到全開個淋晒紫熟噶啦。
洗净的黄瓜晒之前还要经历一次热水的浸泡。嗰個步驟就係叫殺青。啱摘翻嚟嗰啲瓜，佢仲有好有生命力嘅，所以殺青就為了殺死佢裏面嗰啲細胞，破壞佢表皮嗰啲花青素，使佢後期曬咧，佢加速佢色變。如果唔殺青咧，佢會繼續變老嘅。用個手按啊，按到有手印 OK 噶啦。杀青完成的黄瓜必须转到室外晾晒，在太阳的作用下，瓜身逐渐变软，颜色变浅。我哋一般都係放2度鹽水，依家大概60斤水，我哋放1斤鹽左右啦。嗰度曬咗一日嘅瓜啦，收翻嚟就要去殺菌，因為曬咗一日帶菌啊嘛。如果唔殺菌嘅，聽日佢會壞嘅。最老嘅工藝以前係高鹽醃製嘅，就係要用鹽醃個瓜嘅。後期改為低鹽，生曬之後就唔使用鹽醃個瓜噶啦，就攞個鹽水就浸味。第2日我就可以撈出嚟曬啦。初晒的黄瓜仍含不少水分，当地人称作瓜水。需经过至少3日的反复晾晒杀菌，等到瓜身呈淡黄色才算达标。而要制成合格的瓜干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。大概含水量就有20%左右，我哋要壓啦。曬咁多日咧，佢全部就埋一齊，再曬係好難乾噶啦，所以要張開。因為我哋嘅味道嘅精華咧，佢就係要快速脫水，先至保存得下來。碾壓的力度大有講究，達僑的孩子從小耳濡目染，人人都練得一手壓瓜的好本事。因為機器嘅力度係統一嘅，所以大瓜咧佢就壓唔扁，細瓜係壓爛，所以機器係好難替代咗人工到嘅。好細個就幫一腳就會呢隻工㗎啦。好似講媽咪講快壓啦，攞出嚟賣就俾錢你買糖果食啦咁，嗰個動力好大噶嘛。所以咩工都唔想做，就係想做呢啲工，因為一有嗰啲工做就見到錢噶嘛。壓平的黃瓜曬至半乾，還得再碾壓2輪，如此反覆，直到水分盡散，全身通透。用一條整瓜曬到咁乾，15斤新鮮黃瓜曬翻1斤個黃瓜乾，好脆。黃瓜任何嘅形態都要食㗎。7天的古法炮制是時間與耐心的慢刀，歷經數次形態和顏色的蛻變，新鮮的黃瓜終成色澤金黃的黃瓜乾。曬好的瓜乾，本地俗稱八瓜，紋路清晰分明，絲絲纖維裡藏着日光的暖香，存得好，能食用1整年。李錦昌循着黃瓜的不同形態，琢磨出多款風味小食。花生油加入香葉、八角、花椒等香料，倒入瓜乾，加點豆豉同炒後，香氣四溢，下飯拌麵都是絕配。而瓜水又能製成酸甜瓜和脆黃瓜，各種風味各異的黃瓜小食，成為本地人吃白粥時的心頭好。本地家常吃法更是樸實入味，肥瘦相間的五花肉鋪底，馬上泡軟的黃瓜乾加水燜煮，砂鍋熱力蒸騰，逼出五花肉的豐腴油脂，絲絲滲入黃瓜乾的肌裡。這鍋南肉包黃瓜乾，軟糯中帶着韌勁兒，味道香濃。另一道經典菜式是將瓜乾剁碎與肉末、雞蛋拌勻，上鍋蒸熟。黃瓜蒸肉餅清清淡淡，卻透着瓜乾的清甜，鮮而不膩。李錦昌愛在傳統裡求新，魚骨煎香後加金湯煮沸，
下鱼片汆熟。点睛之笔是用脆嫩的黄瓜替换酸菜，一碗金汤黄瓜鱼，酸香柔和不呛口，直叫味蕾沉醉。开饭了喎，开饭了喎！一口爽脆的黄瓜干入喉，李锦昌多日的辛劳与焦灼便有了归处。从田间种植到古法晒制，他始终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工序，不急不徐，文火慢养。正是这份耐心，让达桥黄瓜干的独特风味跨越时光，越包越醇香。亞半年咧，可能咧要好多，叫佢曬好啲。咁你要幾多度啊？今年要定？大約2200斤啦。每年入秋是黄桂兰最忙碌的时节，在深圳福田经营着餐厅的她，年底总要专程赶往大棚的海味店，精心挑选新鲜靓貨。佢揀呢個門城崗係比較奄尖嘅，你唔要求高唔得㗎，超級高啊！每年都係做嘢。交替幾十次啊！你一定要同我晒靚啊！一定要有呢嚿肉嘅，就唔好淨睇到重皮，要睇到啲肉。如果條唔生就臭噶啦。嗱，係咁聞下口香，斬下嚿仔要咁大嚿咁晒光喎，刺頭、刺尾、刺骨，足差唔多有半斤㗎。經驗啊，做咗幾十年嘅悶趣啊！今年77歲的黃桂蘭，直到46歲才真正與家鄉美食相伴。早年在香港打工的她，31年前回到下沙村，接手了這家餐廳。有少少就得啦，熱就得噶啦。咩攞豬頭啊？多豬頭啦係。嗰陣時就豉油咁買噶啦。深圳本土傳統風味多以圍頭菜為根基，黃桂蘭把兒時記憶的味道一道道復刻，再手把手交給店裡的廚師。最具下沙特色的南乳鴨，是食客到店必點的圍村味。南乳鴨製作工序複雜，每日新鮮送達的鴨子洗淨後，上鍋蒸至通體熟透，再過冷水徹底放涼，讓鴨肉收縮，方便斬塊醃製。經過南乳浸潤的鴨肉徹底吸足醇厚醬香，在上油鍋文火慢煎，表皮漸漸泛起焦香，南乳香氣沁入鴨肉，靜待油脂析出，肉質愈發緊實乾爽，入口滿是恰到好處的鮮香。好耐噶啦，邊度食10年嚟㗎？唔止啦，唔止啦。唔知啊？起碼有30年啦。我嘴重最公道嘅，唔好食頸都唔要啊，頸都唔食。靠着地道的圍村菜，黃桂蘭的餐廳不僅吸引了本地回頭客，不少香港食客也慕名而來。與香港隔海相望的下沙村，30多年前還是個小圍村，黃氏族人在這裡聚居。廣袤的深圳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，村民世代以種田、捕魚、養蠔為生。如今身處福田 CBD 核心，黃思明公祠、侯王廟早已淹沒在寫字樓和公寓之間，但下沙大盆菜依然是凝聚族人的味道圖騰。大盆菜宴的習俗從南宋末年在深圳灣及香港新界一帶形成，在下沙傳承數百年不斷。每逢祭祖、婚嫁、添丁、入伙或豐收節慶，大盆菜都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主角。如今要品嘗地道的下沙盆菜，繞不開黃桂蘭的手藝。最高峰做到650度，做初咧就啲親戚嚟訂，20幾盤將我1、2個人死嘅咋。初啊後生嗰陣時啊，拉咗唔得啦，拉路。前有親戚皮有路食咯，係嘛？記住啊！哇！呢個盤菜幾好喎，邊個訂翻路啫咁個？就咁咯，係咁掟啊！
等到廣州啊，呢度北京都咁寄去北京㗎。作为店里的招牌，黄桂兰多年坚持传統做法，而門扇是下沙盆菜必不可少的核心食材。我呢個叫做無性，有人我叫做麻耳。我哋畫頭啲傳統啊，為勞力嚟㗎，都係要呢個無性㗎，其他地方冇㗎。紅醋咧冇呢個啲人講㗎，點解冇無性㗎咁㗎？話冇得買喎，買唔到喎，優越自冇無性啦。自小給家裡打下手養成的習慣，黃桂蘭十分挑剔，食材既要好吃，還要好看。我阿哥有支服菜㗎嘛，佢就叫我做呢啲工作㗎啦。呢肉嗰年三星咧就唔要噶啦，因為呢時食嗰啲魚咧，其時間長喺個繩啊唔夠冰唔夠嘢，嗰條腸就會臭噶啦。門扇乾經清水發泡，褪去風乾後的鹹硬，下鍋炒製，裹滿醬汁，滿是乾香。新鮮門扇則裹粉油炸，成就外酥裡嫩的口感。最妙的是，同一種門扇，一韌一嫩，一濃一鮮，化作盆菜裡的兩種風味。一盆盆菜需要準備的材料多達13種，蘿蔔、香菇、枝竹、豬肉、魷魚、門扇、生蠔、鴨肉不一而足。今天下沙村的盆菜宴，黃桂蘭要準備100個盆菜。各種食材都需要煮、煎、炸、炒、燒幾個步驟，幾個爐頭同時操作，時長調味均靠經驗。肉類烹飪場得提前安排，墊底的菜會吸附湯汁，調味則要淡一些。毗鄰海邊的下沙，生蠔是盆菜裡不可或缺的主菜。煎蠔最考手藝，粉漿的調製，火候的把握，分毫不能差。黃桂蘭不敢懈怠，總要盯緊全程。正當黃桂蘭為盆菜宴忙碌的時候，下沙村1年1度的秋季也開始了。無論是居住在本地，還是旅居國外的皇室宗親，每年總會在春秋2季回鄉祭祖。傳承了800多年的下沙祭祖儀式，在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海公放豬肉，我哋放嘅海公啊，而家放豬肉。秋季後的重頭戲，自然是最傳統的盆菜宴了。臨近下午4點，各種不同風味的食材一一準備完畢，進入最後忙碌的組裝環節。組裝過程，當地人稱為打盆。蘿蔔墊底，依次打入吸汁的枝竹、豬皮、木耳、豆腐、香菇，再疊上門扇、魷魚、南乳肉、南乳鴨等。打盆完成，10幾種食材融匯出獨特的滋味，其他菜式難以替代。蹦夢啊，咪一層層，唔夠夢咪有打到夢啊，係咁噶啦，你冇個夢唔好睇噶喎。個捧人哋話你夢噶咯，又會偷食又會偷睇，冇話只有房我知㗎，我哋預訂4個鐘頭時間就知㗎啦。下午4點半，一盆盆打包好的盆菜準時送達祠堂門口。垒得高高的大盆菜，承載着濃濃的鄉情，已不再是單純的飲食習俗，也被下沙人看成是延續宗族情感、增進家族團結的象徵。我最中意食豆腐，因為我哋喺呢度啊，嗰陣時種豆腐嘛，差唔多噶啦，我哋就翻嚟18個鐘頭機啊，咁再翻嚟正機啊，我哋。大家圍坐一桌，俗稱吃盆。這裡有個有意思的老規矩，
吃盆绝不客气，时刻拿筷子在盆中尽兴翻找，越是盆底的菜，滋味越好。吃盆菜也因此得了寻宝的去说。人都冇要，人都冇要，有食有拎，冇糧費啊！冇糧費啊！吃不完的也绝不浪费，众人选上自己喜欢的味道带回家。一个个盆菜，恰似当年同捞同胞的岁月，乡情切切，牵系着世界各地的下沙儿女，入口是故土本味，留下来的是血脉里扯不断的根与情。馬上又一個颱風嚟啦，啲水消遠毒㗎啦，華哥。係消遠毒㗎啦，已經。台风画家沙过境后，张伟健按惯例每日巡查鱼塘。鱼米之乡的中山养殖业兴盛，有一种鱼因独特的喂养方式享誉全国。呢啲係尋日放落去嘅蠶豆，魚未食晒，仲有大概係食咗1/3嘅剩料，所以我哋今日放料呢，就只需要放2/3。開閘，放豆，唰唰聲。300多亩的魚塘，投喂是每日養殖的頭等大事。我哋啲脆肉鯇其實底子就係草魚，喺7、8、9斤嘅時候咧，進入我哋呢個脆肉鯇魚塘食蠶豆，係要泡發1日1夜嘅蠶豆，起碼要餵130到140日嘅蠶豆。一次偶然，中山人發現自家養殖的草魚居然基因突變了。喺70年代嘅初期，喺長江水庫嘅國營農場，喺個魚塘邊咧種咗蠶豆，啲蠶豆跌咗落去，啲魚食咗。當時唔叫脆肉鯇，當時點解草魚啲肉唔爛嘅？就係咁樣出嚟嘅。其實蠶豆是魚肉脆化的關鍵。吃了蠶豆的草魚，引發溶血反應，刺激免疫系統啟動修復，倒逼肌肉組織加速生長，魚肉緊實度直線上升，加上活水健身，脆肉鯇的脆彈口感就此定型。從表面上看，脆肉鯇和草魚並沒有太大區別，不過魚肉色澤略深，隱約能看到細密的肌肉纖維。正是這份脫胎換骨，讓脆肉鯇身價翻倍，遠超尋常草魚。能育出脆肉鯇，全憑天時地利人和。中山河網縱橫，西江珠江之流蜿蜒流淌，送來源源不斷的優質活水，適配脆肉鯇生長。全年溫潤氣候加上世代沉澱的養殖技術，讓產業紅利滋養一方百姓。2022年，看好脆肉鯇發展的張偉健毅然辭職，一頭扎進這條魚的創業之路。10斤魚尾，10斤腩翅係咪？朝陽破霧，沉甸甸的撈魚大網已然展開。撈魚是實打實的力氣活，講究同撈同胞的齊心，眾人步調一致，開始通力協作。我哋啲脆肉鯇從魚苗到草魚，再從草魚到脆肉鯇，前後經歷最少2年半。我今日總共係出咗6600到6700斤魚，條數咧就係大概係670條魚。呢塘魚已經釣咗43日。臨近國慶，氣溫下降，脆肉鯇的需求量飆升。因為我哋珠三角地區、廣東地區咧開始係進入咗火鍋嘅旺季啦。北方咧已經係降到10零度嘅溫度啦，都係火鍋旺季。清晨從魚塘裡捕撈上岸的脆肉鯇，帶着糖水的清冽氣息，直達餐廳。現撈現做，這般看得見的新鮮，成為食客們爭相追捧的體驗。老廣烹魚有門道，脆肉鯇根據不同部位烹飪方式多樣。
呢個咧就係我哋廣東嘅傳統做法，啫煲啫脆肉丸。我哋咧就先將個煲燒到佢熱，放薑、蒜粒爆香咗佢之後咧，就再放脆肉丸同埋料頭，按照乾壁嘅做法，我哋將佢啫香佢、啫熟佢。猛火生焗的鑊氣是啫煲的要義。沿砂鍋邊淋一圈白酒，激發香味兒。上桌前麻利地翻拌幾下，砂鍋裡的脆肉鯇不斷冒着熱氣，香飄幾條街。魚片汆燙13秒，是經過無數次嘗試後定下的最佳時長。浸冰水靜置5分鐘鎖脆，配料拌勻後，加小欖食用菊花瓣點睛，鮮雅交織，菊香淡淡，口感層次瞬間豐盈。最為肥美的魚腩，油脂豐潤，自然要與解膩神器鹹檸檬醬搭配。蒸熟後，鹹酸中和油膩，入口皮爽肉脆，魚汁的鮮甜回甘緩緩漫開，多吃幾塊也不覺得膩。魚腩翅堪稱脆肉鯇的黃金部位，只需一點鹽就能調出本鮮，果淡清，再來一層薄薄的生粉，炸至金黃色，外酥裡脆，口感翻倍。魚糜做餡的脆肉鯇春卷，肉質緊實的炒脆肉鯇魚片，一魚多味，總有一款能拿捏住挑剔的時刻。對偏愛原味的本地人而言，緊實彈脆、久煮不爛的脆肉鯇，用來清水打邊爐，再合適不過了。唔係點食啊？淡茂茂噶嘛，嚟一人一隻碗。咁辛苦做，肯定要自在食啦咁啊！3秒嚟啦，試下今日啲魚夠唔夠脆先啦。大家最近都辛苦啦，嚟一齊嚟，一齊嚟，好啦，快啲，乖，我哋慢慢浸佢，慢慢淥佢，再慢慢彈佢，嚟煮嚟，嚟。所謂辛苦找錢自在食，藏着老廣通透的生活智慧。這條魚不僅鮮活了餐桌，更撐起了生計，讓踏實謀生、快意飲食的日常，成為這片水土最本真的注腳。食材有相逢，人情有羈絆，裊裊煙火裡盡是踏實的幸福。同撈同胞的煙火與情誼，始終是廣府文化中最動人、最堅韌的底色。